上一集我们说到，不断透过武力征服与战争手段扩张领土的罗马人，在打败迦太基后，可以说是称霸了整个地中海周围的区域。不过，也因为迅速的扩张，让罗马早期的共和体制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并产生了一系列的变革与冲突。大家好，我是克里夫。从罗马建成开始，一直到3次布匿战争后，罗马称霸了地中海附近为止，经历了大约550年左右。罗马看似繁荣兴盛的表象，内在却已经像是膨胀到快要破掉的气球。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主要原因还是战争。因为战争，他们俘虏了大量的奴隶，使得奴隶制度有了明显的发展。奴隶不仅代替了原本的劳动阶级，像是农民与工人等等，同时也让原本的农工阶层给释放出来，成为无所事事又心生不满的躁动分子。再加上战争获取的大量土地，让地主阶级更加富有，而那些透过战争才致富的放款与借贷者、开矿与建造业者等等，也进一步加大了原本社会上的贫富差距。顶层阶级的元老院与贵族们依然是国家的保守势力，试图维护原本的共和政体，但他们却也因为战争致富而变得更加奢侈与进行享乐。贵族的守旧思想更多是为了维护自身的财富与阶级地位为目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元前146年布匿战争结束后，到西元前30年左右的时间，是罗马历史上少有的混乱时期。阶级间因为贫富与地位差距，造成不断的冲突与纷争，像是西元前104年爆发了奴隶暴动。虽然罗马人极力镇压下去，但在西元前73年，奴隶们在斯巴达克斯的带领下又再次叛乱。这场奴隶动乱有7万多人响应哦，维持了1年多的时间，最后才被执政官给平息。不仅奴隶动乱而已，公民阶级也不满原本的共和政体，而想要谋求更大的权利。首先，第一位尝试改革的是提比略格拉古。他认为造成罗马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无地可耕，所以在当选护民官后，他规定每位公民最多只可以拥有300英亩的土地，超过的部分会被政府征收，并且分发给平民。这项改革当然让那些元老院的大地主们相当不满啊，并在提比略格拉古谋求连任的选举当天，被元老院的保守派议员们手持棍棒活活打死，就连他的300多位支持者也都纷纷被杀害。这种疯狂的行动导致底层平民的暴动，而为了安抚底层的民众，元老院最终还是通过了提比略的改革。在他死后的几年里，大约有8万人分配到了土地。但这还不够哦，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在当选护民官后，继承了他哥哥的遗志，继续努力推行更多的改革，像是为了稳定粮价而建造大型公共粮仓，扩大公民的资格，让罗马的同盟者也享有拉丁公民的权利。不过引起元老院不满的则是最后一个，也就是让中产阶级有权利能够组成陪审团来审判贪污的各省总督。于是历史也有惊人的重演了。元老院授权执政官维护共和国的体制，而派出军队围剿盖约的支持者，导致盖约自杀而死。之后连同他的3000多位拥护者也都被杀害。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虽然都以悲剧收场，但在他们死后却反而更进一步加速了共和体制的崩溃。怎么说呢？一旦顶层的统治阶级开启了诉诸武力的滥觞，那么接下来不论是元老院还是公民大会，也都会效法使用暴力来解决冲突。如此一来，掌控军队或军权的人便能成为暴力的独裁者，这当然也就让共和体制难以维持下去。首先透过军队镇压各方的统治者是马略，他在西元前107年被推选为执政官，之后又连续当选6次。但他除了透过军队掌控国家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政绩可言。
并在他死后，权力又再度被元老院给夺回。之后，在西元前82年，又有一位苏拉被任命为终身独裁者，同样也是透过军事力量统治着罗马。不过比较特别的是，他在短短执政3年就决定到乡下退休了。苏拉执政的期间，不仅限制了护民官的权利，还恢复了元老院否决公民大会决议的权利。因此，在他退隐后，拥护公民利益的势力便开始了反扑。而在这样的阶级冲突当中，也就造就了庞培与凯撒的崛起。起初，他们势单力薄有时合作，有时纷争。庞培因为征服了叙利亚与巴勒斯坦而享有盛名，凯撒则因为担任祭司、法官与总督而崛起。虽然他们各自的表现都十分出色但在政治上却还是受到元老院的牵制。于是后来庞培、凯撒与克拉苏组成了政治同盟，企图联合控制政权，这便是有名的三头同盟。组成同盟的3人掌控了罗马的最高权柄，凯撒更在担任执政官的期间，因为征服高卢的一连串胜利中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反观同盟中的克拉苏，则在东征帕提亚的时候战败身亡。元老院担心凯撒会走上独裁的老路于是笼络庞培，让他成为唯一的执政官。于是三头同盟就这样瓦解了。驻扎在高卢的凯撒被贴上国家敌人的标签，并与庞培展开了内战。西元前49年，凯撒率军渡过卢比肯河，直攻罗马。这个举动吓坏了庞培与其他贵族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在未经元老院的同意下领军进入罗马，这导致庞培逃亡，而剩下来的元老院议员则被迫推选凯撒为独裁官。之后，凯撒在法萨卢斯战役击败了庞培，并追击到了埃及。最后，庞培被埃及的国王给谋杀，而凯撒则镇压了埃及的叛乱，又击溃了小亚细亚的军队。战无不胜的他，向元老院汇报的信件中留下了传世的名言：我来，我见，我征服。尽管凯撒在军事上所向披靡，并在西元前46年成为任期10年的独裁者，又在2年后改为终身独裁者，但他凌驾于法律之上，目无政府的态度，让从西元前6世纪就推翻国王，改为共和政体的罗马人难以接受再次出现王权的统治。于是，一群不希望罗马走回独裁政体的贵族们，便在西元前44年刺杀凯撒。凯撒会不会进一步加冕为王，或是称王后能不能带领罗马走向辉煌，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但他在生前做了不少事迹，对后来的我们都有深远的影响。像是修改历法，把1年定为365天，这部历法在西元1582年又被教皇格勒戈里13世再次修订后，让我们沿用至今。此外，他也把公民的权利赋予给西班牙与高卢人，消除了意大利人与其他各地居民的界限。这项政策更是把原本以东方建设为主的重心往西拓展到西北欧。如果没有凯撒的征服，西欧文明的建立可能还会再晚上许多。好，在罗马共和政体崩解并进入下一个时期之前，我们先回过头来重新检视他们的社会结构。刚刚有说嘛，罗马在经过布匿战争后，因为领土快速扩张，让贫富差距变大，使得阶级之间流血冲突不断。虽然在公民不停争取后，他们的权益有所进展，但顶层贵族却开启武力镇压的先河，使得掌控军权成为权力斗争的核心，更让凯撒差点就能够称王。虽然凯撒是以反对苏拉的专制，并以拥护公民的权利而起家，但他带来的改变有让下层阶级过得更好吗？在共和政体快要结束的时期，罗马大概有4个主要的阶级，分别是元老院的贵族、骑士、公民与奴隶。虽然有少数平民出身的执政官在退休后能够进入元老院，但基本上大多数元老院的贵族都是世袭的，他们拥有大片的田地，并担任着大多数的官职。而原本骑士指的是能够自费参加骑兵服役的公民。
但到后来却变成那些不在元老院却拥有大量财产的中高阶级，他们过得纸醉金迷，通常作为放贷的角色，并进一步压榨底层的平民。公民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而且多半都是农民，还有不少因为被奴隶抢了工作而需要国家救济的穷人。至于底层的奴隶，多半是战败被俘虏的外国人，其中不少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因此，奴隶不仅作为劳力使用，也有些会担任信差、侍从，甚至是家庭教师。我们也可以说，罗马的生产劳动几乎都是奴隶负责的，粮食基本上也都是奴隶在耕种，工作坊或制造厂当然也都是奴隶在运作。当然，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角斗士，也多半都是经过训练后的奴隶，在竞技场中彼此搏斗厮杀，以供广大的公民娱乐观赏。整体而言，元老院的贵族大约有300人，富到流油的骑士贵族人数也不多。相较于共和时代晚期总人口大约800万人的罗马来讲，底层穷苦公民占了绝大多数，更不要提在凯撒专政时，还有30几万人需要国家来救济啊。那么，这样的社会结构是如何维持的呢？既然外在物质无法满足大多数人，那么追求内在的心灵安慰就是唯一的途径了。不过，罗马以前的信仰已经跟不上时代，传统那些古代神祇强调的爱国主义与勇敢、诚实等等，都不是中下阶级所需要的。相反的，从东方传入的各种信仰，倒是吸引不少人的注意，像是埃及的欧西里斯以及波斯的密特拉教。之前我们在第15集聊到波斯的时候，讲过他留给希腊化时代的2大遗产，就是仙教与普世主义。仙教把原本的传统信仰从对整体国家赐福的模式转变成个人化的信仰，也就是说，仙教信仰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会保佑那些行善的人，而密特拉原本是仙教里面的一个小神，但在西元前4世纪左右逐渐发展成一种广大的信仰。据说他曾经在人世间经历了许多苦难与牺牲，并赐给人们面包与酒水，又替人类化解了洪水与旱灾。听到这里，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这还没完哦，密特拉还表示星期天是最神圣的日子，并且每年的12月25日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因为这天大约是冬至时节，代表着太阳经过赤道以南后再度往北折返，象征着太阳的生日。除此以外，密特拉宗教还给信徒们制定了复杂的礼拜仪式，更确立了一套能够让个人获救的信条。这种教义不仅在希腊化时代广为流传，更是传入了罗马，并在下层阶级获得了无数的信众，当然也影响了后来的基督教。下层阶级在寻找个人的信仰，那中上层呢？当然就是接受了希腊的2大学派，伊比鸠鲁学派与斯多葛学派。我们在第16集的时候聊过这2个学派，当时我们说伊比鸠鲁继承了德谟克里塔斯的原子论，但否定了原子论中的宿命论，并为了让心灵平静，就要先消除对超自然的恐惧。传到罗马后，有一位叫卢克莱修的学者受到伊比鸠鲁学派的影响，写了物理论的哲理诗。他认为消除对超自然恐惧的方式，就是了解宇宙万物的形成都是由原子偶然结合产生的。神既不创造宇宙，也不掌管宇宙，因此人们不用害怕神或超自然的力量，而应该追求安宁与纯净的心灵。接着，斯多葛学派在西元前140年左右传入罗马，其中最杰出的学者便是拥有罗马雄辩之父称号的西塞罗。之前我们也聊过，斯多葛学派受到犬儒学派影响，讲求顺应自然，达到内在心灵的自由。西塞罗保留了后者，同样认为心灵的宁静便是至善，但不一样的是，他更鼓励罗马人积极的生活。这可能是受到罗马传统上效忠国家的理念所影响。虽然西塞罗的学说是以斯多葛学派为主，但他同时也不遗余力地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学说一并都传给了罗马人。
并以优美的拉丁文写作。他散文优异的程度，甚至成为后来写作的范本，并深深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与文化。整体而言，罗马的上层社会对于希腊文化的态度，就像是参与最时髦的流行文化一样。贵族们热衷于学习希腊语，并改编希腊文学，因此诞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与作品，像是普劳图斯的喜剧、卡图卢斯的爱情诗，当然还有凯撒的战士回忆录。好的，在了解共和时代的阶级碰撞、宗教文化与社会结构之后，下一集我们就来聊聊罗马是如何蜕变成一个强盛的帝国的。像是修改历法，把一年定为365天。这部历法在西元在1852年，好。大多数元老院的贵族都是世袭的，他们拥有，我打反好。道士吸引不少人的注意，像是埃及的欧西里斯以及波西的密特拉教。好，我们在第16集的时候聊过这两个学派，当时我们说伊比鸠鲁继承了德莫克里塔斯，对，每次都会怀疑一下，这一定会怀疑的。对，当时我好。3、2，像是普劳图斯的喜剧卡图卢斯，对，对，好，像是好。